翻译把肉毒跟玻尿酸相反了。打完我之后，我就觉得天哪，我的脸好肿哦。会先从怎么决定适合自己的诊所类型，再到挑诊所的注意事项，然后分享我自己去了哪一间，做了什么样的项目，最后再分享网友一些推荐的跟很雷评论等等的。再来是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啦。我现在拍这支影片是已经过了1个月后了，在台湾皮肤科诊所的咨询真的是非常的少，所以我后来是下载小红书去看，才会发现刚刚那么多的注意事项，然后就找到了这间 Timeless， 没什么评论，但是它的另外一间分店蛮多颗星的。然后我实际去询问价格等等项目的时候，它的客服回复的非常快速，虽然是用英文，但是沟通上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，他也不会帮我转来转去，他就直接说哦，我需求跟他讲，他帮我预约。过程中唯一不顺的就只有他的机器比较少，所以我就必须帮我的朋友再另外找一间。到了现场以后，人非常的少，没有等候的太久。他的流程就是先看医生，然后市长会给你报价，然后他会帮你卸妆，然后医生施打。那我们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翻译的人很好，你也大概都知道在干嘛，但是最重要的施作项目非常的卡。我在问，比如说肩膀肉毒或者是鱼尾纹好了，他跟我讲要打玻尿酸，但我因为有做过功课，就觉得怎么可能是玻尿酸？是我请他问院长问了2、3次，他就说对，就是玻尿酸。然后后来我们是上网查跟他核对，他就说哦，对不起，他从头到尾把肉毒跟玻尿酸相反了。我们在猜，可能是因为肉毒的英文就 B 开头吧。那比如说我中途可能想要问毛孔能不能打黄金微针，然后医生有回复，但是他感觉好像又讲不太出来，也对医生很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整个时间变得很长，在反复确认一样的事情。然后再加上韩国那边的中文翻译，他们用的是中国那一边的翻译，请大家截图一下这个表格。首先是各种电音波大集合，韩版中翻通常只是一个统称，比如超声刀、热玛吉、黄金微针等等，但其实各家机器不同，效果也都不太一样哦。台湾则是习惯取各种行销昵称，看英文的机器名称最准。另外再补充一些台湾常见的疗程翻译，但每项都有太多机器了，这次就不展开说明了。再来是针剂注射项目，我打的乔雅露有分成大小分子，作用不同。另外要注意水光针跟玻尿酸都有乔雅灯，一个是公司名，一个是品牌名，是完完全全不同东西，不要搞混咯。如果你跟我一样遇到翻译问题的话，至少你们可以用笔的。加上我觉得有一些细节可能会讨论的不够清楚，比如说我的毛孔是在我的鼻头跟两颊，反正就是我全部的毛孔。但是那时候医生建议的是立珠染，那大家都知道立珠染打的是脸这边嘛，然后我胶原填充其实是除了苹果肌以外，还有这边两颊的部分，但后来医生只有施打苹果肌，我不知道是只能打面中，这边是不能打还是怎么样，但就是因为翻译的问题，我没有办法讨论到非常的仔细。我原本以为他是中国人去韩国留学之类的，后来发现是韩国人学中文，我就还是觉得他非常的了不起，因为中文真的很难，加上他可能没有很清楚中国跟台湾的用法有哪一些差异，所以他可能有时候会听不懂我们想讲的，可以理解他，但还是希望诊所可以找一个中文很流利的人。那我觉得找医生有个好处是，像刚刚提到的，他就说我不能做音波，但我朋友可以。然后我们想做肩膀肉毒，他也会直接来捏捏看我的肩膀的肌肉量，再来帮我们配说适合几 U， 不会像咨询师说，我们现在几 U 有优惠哦，你不要一次买。整体的感受跟我在台湾差蛮多，虽然翻译遇到一些状况，但还好因为有做功课，所以整体是还 OK 的。再来就是市场报价，就是1514跟我们讲哦，你做这一次这个多少钱，就这样，就没有多的了，他就是真的是报价。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哦，那我们讨论一下，他也不会硬留，你们可以下个礼拜再来做的，他们就不会强迫推销。然后肉毒的品牌也是跟市长讨论，他就说韩国的肉是有抗药性，所以你在下次用的话效果会越来越差。然后德国跟美国的差不多，但德国的比较便宜，所以我们最后选的就是德国的这样子。这是我们最终决定做的疗程，具体为不同的试做项目，我的全部费用加起来在台湾连乔雅露都达不到。再来就是去卸妆，这个时候我就真的很怀念台湾的服务业，可能语言不通，所以他们的话比较少，还是服务真的不一样。就是台湾会帮你卸妆，现在要帮你卸妆咯，我们结束了，那稍微再躺一下下哦。他们那边没有，起来躺下，然后就直接很用力的戳上来，结束他也不会跟你讲，他就直接关灯然后走出去，然后就就是一切都有点唐突。给医生做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突然，因为在那边不是流水线嘛，所以是医生自己一个诊间一个诊间进去施做的，医生也是一进
进来就很突然的就开始在我肩膀上划线，我就有点吓到。然后最后的时候，我以为医生走掉，我想说结束了嘛，就医生又突然拿着针进来，因为我那时候长了很多的大痘痘在下巴，医生就直接拿针帮我戳了2颗痘痘，可能看不下去吧，我就有点被吓到这样，因为翻译他反应不过来，还来不及帮我翻译，医生就打完了，然后医生又走出去，我说这是真的结束了吗？就是很多的问号，所以我觉得在陌生的国度里，翻译还是非常重要的，这点大家可以考虑进去。那施作的过程，除了有先敷麻药之外，我还有在打麻醉针，因为是我第一次打，我不知道其他间会不会有麻醉针。其实过程是不痛的，就是很恶心，有很多针在往你的脸上扎。打那个填充剂的时候，有一种回到拔智齿打麻醉的那个感觉，就是很用力，然后我感觉到我的牙龈被碰到了，有点恶心，然后会有点紧张，因为我又看了失明的影片。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担心的话，你可以无时无刻都稍微睁开眼睛，因为假设你真的发生问题的时候，你不确定是哪一个造成啊。如果是打麻醉造成的视力模糊，可能就正常；但如果是施打其他针剂才眼睛发生问题的话，那个可能就要注意一下了，无时无刻睁开眼睛稍微看一下。那打立珠兰的时候，医生其实打蛮仔细的，就是连我的眼下打到上面都有打。我觉得最痛的是肩膀肉毒。真的好痛哦！我忘记有没有打麻醉，但就是好痛，这边是最痛的，但其他都还好。那效果做的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觉得最明显的是肉毒跟填充啦，这个是我还没做之前，就是很多的细纹。这是嘎格天，这是我最喜欢的样子，比较自然，还有主要的纹路，但是细纹不见。再隔几天之后，我就觉得有点 too much， 就是我的所有卧蚕啊，周围的皱纹全部都不见了。所以我现在希望它再稍微退一点药效，是最刚好的。如果我再来一次的话，我可能会请医生再帮我减量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就很像在假笑。我现在就是照片有点皮笑肉不笑的感觉。你要看一个人有没有假笑，就是看他眼睛有没有皱纹。所以我现在没有，我就是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假的人。那填充的话呢，因为它是教你增生，不是真的像玻尿酸一样填充，所以大家都说一开始没感觉，可能1-2个月会慢慢长。但是我一打完我之后，我就觉得天哪，我的脸好肿哦。整个感觉笑起来很凸，然后看不习惯，加上立珠兰的肿又还没有消，又有点淤青。可以的话，我也是希望再消一点点。我可能会跟医生讨论看看，不是全部打这边，看我的侧边能不能打。然后我皮肤脱皮不要管，是我最近擦 A 醇在脱皮，然后黑眼圈也是我自己熬出来的，不能算在医生上。但是我原本眼窝凹陷的情况是真的改善很多。那打立珠兰大家会问有没有效，但因为我那时候在意的是毛孔问题，所以立珠兰我自己觉得比较像让你的脸烹饪亮亮的，所以可能才叫水光针吧。但我要的是毛孔啊！如果皮肤就还不错，只是可能比较干，想要让它有点像是灯泡肌那样子发光的话，可能就可以打立珠兰。我一开始其实没有预期我会做立珠兰，是因为我有爬到人家是说那个比较适合干肌，我是油肌，所以如果要删的话，我自己不会做立珠兰。然后肩膀肉的话，是因为我长时间用电脑，然后姿势又很不正确，没在运动，就是会有点乌龟颈，拍照的时候很垂肩，我自己觉得很不好看。但我又还没有养成运动的习惯，我不太敢去健身房。但我觉得打完肉毒以后，它不会让你变成直角肩，它只是会让你比较好用到其他肌肉的力量，不会一直用这边斜方肌嘛，我不确定，就是正确用语，就是欢迎纠正。我以前要这样才能让我的肩膀放在对的位置，但现在可能就是比较轻松，可以直接这样挺起来。我觉得它只是帮助你可以用背跟腹发力。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话，我觉得去练一下背肌可能就好一点了吧。接下来是我朋友那一边的话呢，因为他想做的是阴梦，然后我这一间没有嘛，所以我就帮他再找了一间附近的流水线，就是评价相对再高，但是这一间的缺点，网络上大家说，如果你是要做保养型的项目，有点盘，感觉敷个面膜就打发走人了。然后还有人遇到强迫推销，但是我们那一天很确定要做的项目是什么了，然后那个市长人也蛮好。我朋友原本阴梦是要做双下巴的，市长就直接说他的肉不够，就是要做阴梦需要一定的肉。那我们就说那 ON 达呢？他说 ON 达 CP 值不太高，虽然有效，但是太贵了，所以他那时候就建议，如果我们真的要想要效果好，就是阴梦再加上韩国的音波。然后我们都没有杀价，他就自己一直说那我再送你消脂针，就是他就送一堆有的没的。最后我朋友去做的时候呢，可能他已经看到我朋友脸上有立珠兰了，觉得他不怕痛，就没有跟他敷麻。加上那一天没有其他的客人，所以他说同时有4-5个人在帮他施打，就是脸跟身体同时都在燃烧，他有点崩溃，但就是时间节省蛮多的。我不确定那个音波机器是已经设定好在那一边不打白不打还是怎样，医生就连他的脸就说不然打一下好了，就帮他连脸一起打了，所以他就是赚到蛮多的。每个人的体验不太一样啦，我觉得蛮吃当下情况，因为很多
多人的负评可能是等很久啊，但我们是没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。如果下次去做的话，我还蛮想体验看看流水线打雷射的，因为我的毛孔这次没有被治疗到，所以我就还蛮想去的。最后就是来分享我在网络上做功课的收集到一些资料。那其实表格我就是直接放在影片的说明栏，主要是想要先跟大家强调，好评可能是业配洗出来的，负评也有可能是敬业去恶搞，那没有评论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删留言，我没有办法一一去私讯他们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所以我就只是帮大家节省收集资料的时间，所以就参考看看。插播重要消息，2026年起，韩国取消外国人医美退税优惠，赶快趁今年快去。不过上集退税地图还是可以参考哦。还有，韩国9月29起开放陆客免签，还没看上集的人一定要回去看避雷攻略。回到前面提到的，医疗建议只有医生能给，不要随便听网络上啊我啊，或者是任何你网络上看的影片，随便讲说什么很红你就去做。毕竟每个人的肤质都不一样，所以一切都以医生说的为主。那也欢迎大家留言补充分享你的经验。虽然我不知道第一支影片会不会有人留言，如果有用的话，你就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吧。祝大家健康，省荷包的变漂亮。